你没有听错，这个是2010年 MacBook Pro 的 review。我们现在是2020年，这是17寸的MacBook Pro， 在2010年的时候，它的 CPU 那时候还只有双核，那但是它是已经停产的17寸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那个 MacBook Pro。这一台在当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首先要说，除了它是17寸之外呢，它的 resolution 是1920×1200，最大的亮点在于它是雾面的萤幕。为什么那时候选择雾面的萤幕？因为它不一样，因为它不会反光。我经常在一些光线很不均匀的地方工作，那我需要这个萤幕不会反光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，因为是雾面的关系，所以它的亮度、它的饱和度会比较差。它的这个键盘就是我们收到了那个肥肥胖胖的键盘，在当年你并不会觉得任何奇怪的地方，可是现在回头来看，尤其是跟蝴蝶键盘比较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当初的键盘按起来还是特别的摇晃。但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右上角，我们现在是电源键，现在是这个光碟机的退出键，音量键维持不变。你可以注意到它的触控板其实是比现在任何，甚至比现在的 MacBook Air 都还要小很多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的地方，大家都还是习惯外接滑鼠。除了换过它的硬碟之外，我也换过它的电池。其中一次的电池，我记得还是在光华商场买的，大概是$100。所以我现在这颗电池，它的那个battery cycle 是27，非常健康。讲到电池，它的电力号称，我记得当时号称大概可以撑7个小时。我估计如果是单纯上网的话，它大概可以撑4个小时没有问题。然后另外一个特点是，我们先看它的右手边这里，它有光碟机。现在小朋友搞不好都不知道什么是光碟机了。然后它那个时候配备的视讯摄影机还叫 iSight， 不是现在的 FaceTime Camera。它同时配备有3个 USB， 1个 Thunderbolt， 还有一个 Firewire。甚至它还有一个网路线接口。最左边这个有一块叫做 Express Card， 现在几乎已经是绝迹了。我那个时候为了扩充我的容量，我去找了一个记忆卡，是 Express Card 界面的来扩充。那这个卡呢，为我的电脑容量增加了96GB。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粉丝，他不断的想办法要延长它的寿命，例如说他们不需要光碟机了。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光碟机的话，它不需要光碟机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空间拿来做容量的扩增。但是我并没有选择这么做，因为我觉得光碟机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。我已经把里面原本的硬碟换掉了，换成 SSD 256GB。这台电脑其实真的并没有用来做什么事情。在10年前，它就具备有2种显示卡，一个是 Intel 内建的 HD Graphics， 另外一个是 NVIDIA GeForce GT 330M。这些型号念起来都非常的拗口，而且也非常的上古时代。不过在当年有双重显示卡可以切换，是非常高级的事情。17寸的 MacBook Pro 有多重呢？6.6磅，大概3公斤。用现在标准来看，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在当时它就是一台旗舰型的重量级的电脑。我那个时候用它来剪影片、修图，非常的轻松愉快。我打从心里就是决定要把这台一直留在我身边。例如说雾面萤幕，它后来也都停产了。这个是最后1、2代有雾面萤幕的 MacBook Pro。其实在这个之前，在拥有17寸之前，我的一台 iBook 是14寸的。我都是走一些比较极端的路线，例如说有13、15、17，我就会选17，或者是最小我会选 MacBook Air。走中间路线就觉得有点太保险。那有 iBook 有白色的 iBook 的时候，我就会选14寸的。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 eBay 上面14寸的 iBook 比较没有人要，也比较便宜。但是必须要说，10年后这台电脑它目前可以更新到的最高的 OS 是macOS High Sierra， 版本是10.13.6。但是我尽量在每一次可以更新，它只要有发布更新，我就会让它更新到最新的软体。我最常它用来做什么呢？我最常用来做它的事情就是1个月拿出来打开一次，摸摸它，看看它，然后放回去。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它不能看 Apple TV。
用它来上网看 YouTube 很容易，但是我最期待就是它可以有Apple macOS 里面新的 App， 例如说Apple TV， 例如说 News App， 可是因为版本的关系，它并不能够支援。那我曾经用它来看，我曾经用它下载过，这样不是说我在犯法吗？我曾经用它来看过一些Blu-ray 等级的电影。我曾经用它来看过一些不能透露来源的 Blu-ray 等级的电影，非常的顺，非常的好看，萤幕那么大，非常的爽。你问我如果这台电脑在2020年还能用来做什么呢？我会说它就像一台30年、40年的老Porsche一样，我可能可以1个礼拜开出去兜兜风炫耀一次，然后回来好好的擦擦它，然后把它放进车库里面。哦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它的苹果会发光。